本期继续自家旗舰和中档手机的对比 ，OPPO Reno 14和 OPPO Find X8 Ultra。本期看点如下，大家应该能从本期对比看出 Reno 有多么的努力，也能看出 OPPO 的等级森严。Reno 14这边虽然说相比之下价格实惠啊，但是它的后摄配置还是挺全的，超广角、长焦都是有的。那它和自家的旗舰 Find X8 Ultra 比会怎么样呢？作为聊影像的节目，非常感谢那些在视频回复里投稿照片的朋友，是你们真正的带着大家参与到了摄影中来。也非常感谢那些给我们节目点赞和加关注的朋友，尤其是加关注啊，这种操作对您来说是非常简单的，但是对我们来说是非常重要的。那下面的摄影环节就看看本期有哪些网友的摄影作品入选了吧。器材虽然分好坏，但是摄影不论器材，能成像的设备都能参与到摄影中来。欢迎收看 ZPH， 别忘了点赞和加关注支持我们啊！那下面就看看这两台手机的表现吧。Reno 14虽然说是 OPPO 卖的比较便宜的一款中低档手机，但是它的后摄配置呢还是比较全的，主摄超广角和 3.5 倍的长焦。但是它跟自家的旗舰 Find X8 Ultra 比呢，还是略显寒酸一些，毕竟人家有主摄超广角3倍的中焦和6倍的长焦的。Reno 14的拍摄界面有 0.6 倍的超广角、1倍的主摄、2倍的数码变焦、3.5 倍的长焦镜头和一个7倍的数码变焦。最远的数码变焦呢，虽然说可以到120倍，但是不推荐用啊，因为成像的画质已经非常糟糕了。Find X8 的拍摄界面呢，就是数码变焦的选项少一些，光学焦段更多一些。它的1倍跟3倍和6倍都是光学焦段，只有一个2倍的数码变焦。最远的数码变焦呢也是120倍啊，但还是不推荐用啊，还是画质比较糟糕。但是呢，确实会比 Reno 那边强一点点。拍摄界面里呢还多了一个大师模式，是我个人比较喜欢的模式。这个模式不光是它的专业模式，而且它的成像色彩呢跟默认模式也是不一样的。只不过在这个模式下，最远的数码变焦呢是10倍。看来 OPPO 也不想让你在这个模式下拍出成像比较糟糕的照片。现在看到的就是 Find X8 的默认模式跟大师模式在相同场景下的成像风格的区别啊。有些场景的成像风格确实也不大啊，但是我挑了一些区别确实比较大的场景。如果你拍摄完还有后期的需求呢，推荐你用默认设置；如果你就想直出呢，那就用大师模式，这是我个人推荐的啊。现在是 Reno 14的默认设置跟 Find X8 的两种大色彩模式的对比，大家可以找一下有没有自己喜欢的颜色风格啊。不用去问哪个更接近真实环境，更接近肉眼啊，你们现在观看的显示设备肯定都是不一样的，显示出来的颜色呢肯定也不一样。没有准的拍摄设备，也不可能有准的显示设备，去找你们喜欢的色彩风格就好。两台手机的系统都升级到了最新正式版，下面就看看它们在影像方面的表现吧。我们还是先从主摄开始聊。从硬件参数上说呢，区别最大的是感光器尺寸，还有等效焦段的不同。等效焦段呢，就是视角的不同啊。那要说硬件强大呢，肯定是 Find 这边更强大呀，它毕竟是1英寸的主摄呀，Reno 那边只是1/2英寸的。
对比的方式呢，就是默认设置啊。Find那边呢没有打开大师模式，但是开启了高质量模式，就是2600万像素的。Reno 这边呢是没有这个功能的。虽然说高质量模式呢不是 Find的默认设置啊，但是有我就给打开了。两边样片的颜色区别啊还是挺大的。你们更喜欢哪边的效果呢？那么在最关键的解析力方面，确实是 Find的解析力更高。两台主摄还有一个明显的区别，就是前面已经说过的焦段不同，就是视角不同啊。Reno 的视角呢更窄一些。从这组的对比样片中也可以看出来，解析力上确实是 Find的解析力更高。两台主摄都有5000万像素高清模式，但是在这个场景下呢 ，Reno 的高像素模式过爆了。那咱们再换一个场景啊，那这个场景 Reno 的表现还在正常，但是在解析力方面呢，确实是没法跟 Find 的高清模式比啊。Find 的5000万像素高清模式解析力是非常高的，细节呈现更丰富。注意啊，是细节呈现，可不是锐化啊！别学会了一个词儿就乱用，锐化是不能平添细节的。这里看的全都是细节呈现。那镜组的光学质量，也就是边角画质把控能力方面呢，乍一看右上角你还别说啊 ，Reno 做的更好，对吧？但是 Reno 的感光器更小，它是更有利于把控边角画质的。不过呢，也得镜组确实做得更好才行。那么看右上角的表现呢 ，Reno 确实也不错啊。那看来 OPPO 在 Reno 这台主摄的镜组方面还是挺下功夫的。再说超广角镜头，从参数上说呢，肯定是 Find 这边更强啊，因为它的感光器尺寸更大，原生像素也是更高。Reno 那边的超广角呢就是800万像素。那解析力的区别体现在成片上肯定是有的啊。先看第一组对比，颜色风格的区别呢，相对于主摄来说区别较小，但是绿色的区别、树叶的区别啊还是比较大的。那么解析力方面没有悬念，Find的是更优秀的，而且 Find也开启了2600万像素的高质量模式。再看一组对比也是如此，解析力的区别是相当明显的。而且 Find 的超广角呢还有5000万像素高清模式。那相对于 Reno 来说呢，解析力肯定就更强了。反映镜组光学质量的边角画质把控方面呢，两边倒是差不太多啊。虽然说 Find 的感光器更大，其实它的感光器呢也没多大，只是相对于 Reno 来说确实大很多。再说中长焦的对比，中焦 Reno 是没有的 ，Find 是有一颗3倍的光学镜头的。长焦呢 Reno 是3.5倍的光学镜头 ，Find 是6倍的光学镜头。对比还是先从2倍焦段开始看啊，它们都是主摄的数码变焦，这颜色的区别是挺大的。你们更喜欢哪边的颜色风格呢？解析力方面，没想到差别这么大啊 ，Find 的强很多啊。Reno 这边瓦片的花纹他都猜错了。现在是 Reno 3.5倍对比 Find 3倍，它们都是光学焦段了，咱们就直接对比光学焦段就得了。颜色的区别还是挺明显的啊，你们更喜欢哪边呢？那么解析力方面，你还别说 Reno 这颗3.5倍镜头还可以啊，两边就说差不多吧，在解析力方面。这两颗镜头都有5000万像素高清模式，只不过在高清模式下，解析力的优势依旧是在 Find 这边啊，解析力要强很多。Reno 下一个推荐的长焦焦段呢是7倍的数码变焦 ，Find 是有6倍的光学焦段的。那这个时候呢，解析力的优势依然是在 Find 这边啊。不过可以看出来 ，Reno 的7倍数码变焦的解析力已经不错了。Find 的6倍光学镜头也是有5000万像素高清模式的。这个时候对比 Reno 的7倍数码变焦，解析力的优势呢就更大了。这种解析力的优势呢，就会一直保持到后面所有的数码变焦焦段了。下面再看一组30倍的对比吧，啊，没有悬念，解析力 Find 更强。再说微距对比，先看主摄焦段的对比。说是主摄呢，其实他们都是用超广角数码变焦拍的，只不过这个时候的焦段呢，系统裁切成主摄的焦段了。那这个时候的解析力呢，还是 Find 的更强一些。现在 Reno 那边呢是3.5倍焦段 ，Find 是3倍焦段 ，Find 的3倍呢是可以直接拍摄微距的。Reno 的3.5倍呢，实际上是主摄或者超广角的数码变焦拍的。那具体哪个镜头拍的呢？我也懒得查了。其实我查了，我忘了。我这儿呢只看结果啊，至于什么镜头拍的，我也不关心。那解析力呢，依旧是 Find 的更强啊，而且强的挺明显的。再说前摄，先看前摄自拍的表现，用的就是前摄的默认设置，没有调其他的选项。两边自拍的效果是非常接近的。无论是肤色呀，还是磨皮美颜的程度啊，都是非常接近的，就是颜色稍微有一点点区别。他们两个前摄自拍的效果都非常不错。
现在是前摄录像对比，他们俩的表现呢也都是很相近的，很稳定。但是电子防抖方面呢，是 Find 做得更好。Reno 这边在处理防抖的时候呢，画面会出现短暂的模糊，解析力呢、清晰度呢会下降。Find 那边整体的画面都一直保持着清晰和稳定。再说人像拍摄用的也是手机的人像模式的默认设置，没有调其他的选项。第一个场景呢，人物是在阴影里，人物面部的光啊还是比较匀的。两边的表现呢都还不错啊，但是从人像的精致程度上来说，我还是觉得 Find 拍得更好一点。现在这个场景呢，就是阳光直接射在人物脸上了，对于拍摄人像来说呢，是比较残酷的场景啊。很多手机在这个场景下把人像拍得都非常惨。那么相比之下呢 ，Reno 的表现就非常好了，它能跟它的大哥 Find 的表现一样好啊。那从这点就能说明 OPPO 在拍摄人像方面还是注重自家所有手机的均衡性的。再说直入宽容度的对比，先说 Find 这台手机它的默认模式跟大师模式的区别啊。先看第一个场景，默认模式呢，暗部跟亮部的细节呈现呢都很充分，但是大师模式呢，亮部就完全过曝了。那么下一个场景呢是暗部的区别，亮部两边的细节呈现都很丰富，但是暗部呢，大师模式就没有默认模式丰富了。那么这点呢，前面也提到过，如果你拍摄完照片还有后期的需求，那你就用默认设置；如果你想直接出片呢，那你就用大师模式。大师模式已经根据各种不同的场景，它自己定义好了，你想要什么照片风格了，而且它的效果呢，在大多数情况下确实也都不错啊。现在看到的就是 Reno 跟 Find 在默认模式下，在这些大光比的场景主摄跟超广角的追逐宽容度的表现了。可以看到他们的表现都是非常不错的，对吧？无论是暗部细节还是亮部细节保留的都非常充分，都可以满足你拍完之后在后期的需求。只不过 Reno 的表现呢，在高清模式下还是有一些不足的，这点前面也看到了啊，在默认模式下，这种大光比的场景没问题，那其他的普通场景肯定就更没问题了。再说夜景的对比，还是先从普通城市夜景，但是有强光有阴影的这些高难度测试场景说起。这两台手机的系统呢，虽然说都升级到了最新正式版，但是它们的表现呢，跟之前的测试相比呢，也没有什么大的意外，没有什么大的改变。在某些极限的场景下，它们的亮部细节呢，在直出的情况下，注意是直出啊，确实有些损失。尤其 Find 的超广角这边是更为明显的亮部细节损失的比较严重。当然这点呢是厂家特意的啊，它在这些场景下呢没有去进行 HDR 处理，就是为了更快的成像。那如果在这些场景下不关闭自动夜景，用自动夜景去拍，或者直接用夜景模式去拍的话，亮部细节呈现肯定是没问题的。每次有这种情况呢，我估计都会有人问，那有夜景模式有自动夜景你干嘛不用呢？那我只能说等你有了宠物或者孩子的时候，你自己就明白了。现在看到的是城市中的昏暗场景啊，主摄的表现细节呈现是 Find 的更好，超广角细节呈现也是 Find 的更好。现在是长焦的夜景表现，先看2倍数码变焦的对比，两边的解析力差不多。那么亮部细节呈现这块呢 ，Find 的问题啊，跟主摄跟超广角一样啊，前面都说过了。现在 Reno 是 3.5 倍 ，Find 是3倍，它们都是光学焦段。解析力方面呢，有一点差距啊 ，Find 更优秀啊，能看出 Reno 的表现已经不错了。现在 Reno 是7倍的数码变焦 ，Find 是6倍的光学焦段，这时候解析力的差别呢就比较明显了 ，Find 更强。那再看一组10倍的对比吧，肯定是没有悬念啊，解析力肯定是 Find 的更好啊。现在是中长焦到了比较昏暗场景的对比了。Reno 的 3.5 倍呢，到了这个场景呢，由于太暗呢，它就不工作了，用主摄数码变焦代替了。那解析力呢，跟光学焦段的 Find 比呢是没法比的。现在 Reno 是7倍 ，Find 是6倍。注意啊，这时候 Find 的6倍呢也不工作了，由于太暗呢，它就用3倍镜头数码变焦代替了。但是 Reno 那边的7倍呢，只能用主摄的数码变焦代替了，这个焦段的差距还是很明显的。那解析力的优势呢，肯定是在 Find 这边啊。那下面就是极暗场景的对比了，非常的暗啊，就要打开夜景模式了。第一个场景祖传神树，主摄的表现就已经拉开了差距，细节呈现是 Find 的更强，超广角的细节呈现也是 Find 的更好。健身器场景没有悬念，主摄的细节呈现 Find 更优秀，超广角的表现细节呈现也是 Find 更好啊。只不过这样的手机超广角在这种场景下就已经都不够看了。
树林小路场景主摄的表现没有悬念，细节呈现方面Find更好。最后一个极限的场景祖传神树 Pro 主摄的细节呈现没有悬念，Find更优秀。视频录制用的是手机的默认设置，就是最接近现在社交软件录制的效果。现在是主摄白天手持走路的表现，没有架子，没有稳定器，两边的效果都非常不错。但是从开头可以看出来，在抗眩光方面Find比 Reno 做得更好一点。现在是超广角的录像对比，同样的，他们的清晰度啊、防抖啊，这些都是不错的。但是他们对眩光的处理呢，有各自的理解，是吧？颜色的区别也是有的。你们更喜欢哪边的效果呢？现在是2倍数码变焦的对比，颜色方面，我更喜欢 Reno 这边，Find有点偏蓝，是吧？他们的防抖跟清晰度都不错。现在 Reno 是 3.5 倍 ，Find 是3倍，它们都是光学焦段了，解析力、防抖都很好。颜色方面，我依旧觉得是 Reno 的更好。现在 Reno 是7倍 ，Find 是6倍。虽然说 Reno 那边7倍是数码变焦，但是解析力依旧做得不错啊，防抖两边依旧都很优秀。Reno 最远的录像焦段是18倍数码变焦 ，Find 呢是30倍数码变焦。现在看到的就是他们的对比，表现的都还不错。这个都不错呢，说的是在他们各自的焦段下啊。但如果就说望远的效果，肯定是Find更好。现在是主摄夜晚的录像表现，那这个时候呢，无论是防抖还是清晰度，都是Find的表现更好了。超广角在相同场景的录像对比呢，也是Find的表现更优秀。现在 Reno 是 3.5 倍 ，Find 是3倍，但是 Reno 的 3.5 倍呢，已经用主摄的数码变焦代替了啊。两边录像的效果呢，肯定是Find这边要强很多呀，是吧？一眼就能看出来。现在 Reno 是7倍焦段 ，Find 是6倍焦段。Find 的6倍呢，也能看出来，也不是6倍焦段直接拍的了啊，应该也是用3倍镜头数码变焦代替的了。只不过我这边呢就不细研究这些东西了，他爱用哪个镜头拍就用哪个镜头拍，我这只看结果，Find的更强。最后再看一眼10倍的对比吧，肯定是没有悬念的啊，Find的要强很多。这次 OPPO 自家的中低端手机对比旗舰手机呢，并没有出现上期小米的中低端手机在某些环节还能打败高端大哥的情况。你可以认为 OPPO 的等级森严，自家的中低档手机呢就应该比旗舰手机稍微的差那么一点点。但是关键是我看出了 Reno 这个品牌在很努力的做手机，它已经做到了在目前的硬件情况下把手机的效果做到了最好，可以看出它的努力啊。从这点上来说呢，已经对得起消费者了。那么在结尾呢，大家可以说一下你们对这两台手机工业设计上的看法。你们觉得哪台手机的长相更好看一些呢？喜欢 Reno 的设计打1，喜欢 Find 的设计打2。不过据说呀，下一代 Find X9 的工业设计呢，就要变得跟现在 Reno 的设计风格比较像了。OK， 到结尾了，看完前面内容，希望在选择方面为您提供了帮助，也希望您能喜欢我们的节目，别忘了点赞和加关注支持我们啊！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